祝贺小姐生日快乐！小妹，祝你24日生日快乐！这是千亿黑卡，随你刷。还有2个的礼物，城南医院的手狗书，以后你就是院长。小妹，你如今24了，也该谈个恋爱了。三哥旗下的男模任你挑选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啊！怎么了，宝贝姑娘？你哥哥们送的礼物你不想要吗？爸，我说了，我想从基层做起，靠自己努力证明自己。哥哥们送的这些礼物，实在是太高调了。那你可以不要大哥二哥的礼物，三哥的礼物你总不能拒绝吧？你呀，都成了大闺女了。我不要。小妹，你该不会是有心上人了吧？要是让哥哥们知道我偷偷谈了恋爱，还是个年下弟弟，一定会调查阿池的，吓到他就不好了。还是等阿池顺利完成学业再告诉他们吧。啊，该不会是被我推荐出国那个学弟吧？不，不是的，哥哥们，你们就别猜了啊！喂，阿池，怎么了？蕾蕾，你快来医院，我妈病危了。蕾蕾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伯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大姐二姐打电话通知我的。看来宋院长因为我的关系，一直瞒着哥哥给伯母上最好的医疗团队，怎么会突然病危？如果伯母的病情继续加重，我就只能公开身份，请上京最好的医疗团队为她治疗。阿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伯母有事的。你先不说了，我们快去看看伯母怎么样了。好，走。宣飞啊，多亏了你的人脉，我的病才能好得这么快。阿姨，阿池是我的师哥，我这么做是应该的。宣飞，你怎么还叫阿姨呀？你该改口了。是呀，我们都知道你喜欢我弟弟，我们都是愿意认你这个弟媳的。可是我听说石师哥好像有女朋友了，而且这2年都是他在阿姨病床前照顾的。我呸！他是个什么女朋友？她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免费护工。你可是周氏医疗的千金，她就是一个不值钱的老女人，她怎么跟你比嘛？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蕾蕾是我女朋友，她衣不解带照顾妈2年，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她？蕾蕾，你别听我妈说的。没事儿，阿池，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。混，离他远一点，免得惹上一身穷酸味儿。这女人大你3岁，哪里配得上你？春池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认宣飞一个儿媳。你要是再敢跟他纠缠下去，我就不给你看。妈，你不是病危了吗？你们把我骗过来，就是为了逼我和兰兰分手。小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呀！你已经拿到了米国大学的推荐信，学成归来，那可就是上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了。到时候你就能见到你的偶像，医学界的巨擘江荣了。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，怎么配得上你呀？是呀，小弟，宣飞家可是医疗世家，与首富江家来往密切。这次妈生病，要不是宣飞暗中打点，你以为妈能好得这么快呀？论学历，论家世，
论样貌，将来哪点比得上呀？你可是咱们整个陈家的希望呀，可千万不能自甘堕落呀。没错，反正你出国后，你们4年都见不到了，不如现在就断了他飞上枝头的美梦。够了！我和江兰是真心相爱的，我死也不会和他分开。周师妹，你的确很优秀，但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，光这一点，我跟你就永远不可能。诗诗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。果然，我没有看错人。你气死我了！哎呦，我的心脏呀！快叫医生！哎呦！宋院长，快看我妈！四小姐，四小姐，我差点忘了，四小姐怕哥哥们知道自己谈了男朋友，一直让我隐瞒，这下怎么办？宋院长，你说的是周小姐吧？对，是周小姐。宋院长，快看我妈怎么了？哎呦！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宋院长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你们要感谢的不是我，而是江医生。来，如果不是江医生的细心照料，恐怕你母亲的病情不会治疗得如此顺利。你应该没有看过江医生的手臂吧？没什么的。江医生为了你母亲早日康复，一直用自己的身体在吃药，你一定不要辜负江医生啊！奶奶，我不知道你居然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宋院长，谢谢，我们这边没什么事了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姐，你干什么？你以为宋院长跟他客气几句，就真的是他的功劳吗？你没看见宋院长一直在看轩飞的脸色吗？来来没有功劳，那他胳膊上的针眼是假的吗？那是他自己医术差，我要再不是命好的话，我早都被他治死了。这种人要真的当了医生，也是祸国殃民。你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小弟，你去问我妈的病情怎么样？江兰，没想到你为我妈竟然做了这么多事儿，谢谢你。没关系的，我是陈池的女朋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可你觉得我们家需要你在这犯贱吗？我弟从小到大都是天之骄子，是我们陈家的太子，我和大姐都会托举他的。可你呢？听小弟说，你家还有3个哥哥，到现在还在打光棍了，是家里太穷了，连媳妇都娶不起吧？你这不是犯贱是什么？你们托举他，那他上大学交不起学费，我打工挣钱供他读书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？天下有免费的午餐，我为什么不吃？再说，那也都是你自愿的。就是呀，一点点的小恩小惠，你以为我们稀罕呢？江学姐，恕我直言，你比池师哥大3岁，女人老得很快的，说不定等池师哥回国，你都已经不能生育了。你爸妈难道没有教过你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这种家庭应该没有家教吧？那你的家教就是去抢别人的男朋友。我和周小姐讲话，你配吗？天底下怎么有你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？我们都说了，我们不愿意，你还要上着杆子倒贴我儿子？因为陈池他值得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闲言碎语而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
我要嫁的人是陈池，不是你们。哼，感情不被家人祝福的感情是不会幸福的。他才当了你2年的男朋友，却当了我们21年的弟弟。你觉得他会听谁的？我相信陈池，我相信他会坚定的选择我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让你抢走我们弟弟，还有我妈的儿子的。二姐在干什么？二姐在干什么？我就是看他衣领乱了，帮他整一整。兰兰，是吗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是不是他们打你了？只要你说是，我立马和他们断绝关系。陈池最注重的就是家人，我怎么能让他因为我而变成孤儿呢？有他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没事的，只是过敏吧。我已经问过医生了，他们说妈不会有事，并且他们早就组建了专项团队，在研究能攻克妈这种病的畅销药。真的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是命好吧？今天是兰兰的生日，我要去跟兰兰过生日。兰兰，我们走。陈池，哎呀，完了！你弟弟被这个老狐狸精彻底给迷住了。哎呦，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时间是最好的考验。我倒是想要看看，等到小弟去了米国之后，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，还能不能看上他。对不起啊，兰兰，你生日不能带你去高级餐厅，只能带你来吃大排档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还是学生，没什么钱。我要是在意这些的话，当初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当初因为家里没钱交不起学费，是我跳河自杀，是你奋不顾身救了我，还帮我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不可以选择我的家人，可是我可以决定我的心。兰兰，这辈子我非你不娶。阿池，你说真的吗？兰兰，嫁给我吧。等我从国外学成归来，我一定给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姐姐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阿池，你不会让我等太久吧？不会，我知道你喜欢小孩，我会早日和你一起拥有一个小孩。等孩子出生，我的家人一定不会为难你。我帮你带上。虽然这只是一块玻璃，但我一定会给你换成真钻的。好。我终于娶到我心爱的姐姐了，从此我是你的诚实，你是我的将来，我爱你，兰万。我也是，很高兴嫁给你陈池。等你从国外回来，我就做你真正的妻子。你一定要等我回来，不可以对其他男人笑，不可以移情别恋，也不可以去关心其他弟弟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将来这辈子非陈池不嫁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谁骗人谁是小狗。大哥二哥，你们看，那不小妹吗？小妹果然谈恋爱啊！立刻调查清楚这个男人的全部信息。我终于娶到我心爱的姐姐，从此我是你的诚实，你是我的将来，我爱你。陈池，愿我能做你的翅膀，带你飞向更广阔的天空。等你学成归国，我就公开我的身份，我会继续帮你完成梦想，研制出根治你母亲病症的特效药。查出来了没有？到底是哪个男人把我的宝贝女儿给拐了？查出来了，
这男的叫陈池，目前31岁，比小妹还小3岁。啊，这么小的年纪就不想努力了？女大三，又当亲又当娘，来来可是你们的掌上明珠，找这个小男孩，他不是跑去受苦去了吗？可是小妹这次应该是动真情的。前段时间让我帮忙举荐一个学弟去米国，就是这位陈池。对方什么家庭？他们家对小妹怎么样？李院长那边回话说，态度一直不好。这次陈池出国深造，他们的家人更是态度大变。不仅如此，陈池这次出国是跟周氏医疗千金周轩飞一起。什么？这小子倒真是不闲着啊！不行，我得叫来来和他分手。爸，你别太冲动。小妹从小天真善良，不知道受坏哪些行了。这一刻是她的必经之路，我们静观其变吧。说的也是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们都会为他兜底儿。他要是敢变心，辜负了来来，我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绝望。江医生，恭喜，咱们特效药终于研制成功了。4年了，我终于迎来了这一天。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池。欢迎太子爷、江教授，还有江总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妹，难道你忘了，今天是你28岁的生日？哥哥们4年前的礼物，你也该收下。你现在研究中的特效药，已经是上京医疗界炙手可热的 X 医生，快帮哥哥分忧，来上京医院当副院长吧。4年前的1000亿，如今已变成5000亿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能瞬间成为上京第1女总裁。还有我，小妹，你都单身4年了，不把你嫁出去，哥哥们怎么放心结婚啊？你想让哥哥们打一辈子光棍呢？进来吧。4小姐，生日快乐！多少选一个，给哥哥面子，免得叫我们误会你对男人不感兴趣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学校的陈池学长明天要从米国回来，在庭深酒店举办校友会。听说他不仅成为了上京医院的主任医师，还要向相恋多年的女友当众求婚。阿池明天要回国了，看来他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那我也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大哥、二哥，我说了，你们的礼物我不要，尤其是三哥的礼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他就是4年前我让二哥举荐去米国的学弟陈池，明天他就要向我求婚了。哥哥们，你们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其实呀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看来你们的感情已经经受过考验。这样，这个是上京医院的聘书，明天就由你亲手交给。哥哥们，你们接受他了？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？谁让我们小妹喜欢他？哥哥们，你们真是太好了！我保证，陈池是个努力又上进的人，他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明天等他跟我求完婚，我就告诉他我的身份，你们要记得晚点来啊，千万不要吓着他。好。那我先去准备啦。莫非他们是真爱？他如果真是爱小妹，我会让他扶摇直上，鸡犬升天。
但如果他对有小妹有半点虚假，定会让他跌入万丈深渊。I've got this thing. You think it's love, but you think too young. 怎么是江来的视频？我接的，不过我按了静音，你不会不敢了吧？怎么会？既然你喜欢刺激，我们就刺激到底。你轻点儿，小心我们的孩子。知道了，宝贝老婆，我会轻点的。有了哥哥们的帮助，阿池一定能迅速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医学专家的。好了，阿池，你说你喜欢中式婚礼，今天我就是你的新娘。6年感情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嫁给你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小妹的求婚宴已经开始了吧？那我们就提前出发，给小妹一个惊喜。通知爸爸，立刻出发。好。妈，你今天这身衣服真贵气。可不是嘛。过了今天，你弟弟就要入职上京最大的医院，我们陈家的地位可就今非昔比了。妈，大姐，你们看，他来干什么？还穿成这个样子？站住！这里也是你这个穷鬼能来的地方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穿成这样，不会是想过来向我弟弟求婚的吧？都4年了，你这个狗皮膏药还不死心，真不知羞耻！不是我要向阿池求婚，而是阿池今天要向我求婚。你放屁！我儿子能看上你，赶紧滚！滚滚滚！妈，既然他想留下来，那就留下来吧。刚好让他明白自己和小池之间的差距，好彻底死心。欢迎陈池先生上台。阿池来了。阿池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欢迎各位师兄师妹来参加我举办的校友会。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我要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，还要向一位陪伴我多年的女人求婚。老婆，嫁给我吧！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接下来，有请我的妻子登台，她就是周氏医疗千金周旋飞女士。你怎么会来？陈池，这是不是你给我的惊喜？你不是说从国外回来就娶我吗？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话啊！听这话的意思，他是陈学长的原配，而周千金才是小三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她就是一个恬不知耻、纠缠我儿子不放的一个老女人。当初我儿子出国就是为了摆脱她。没想到
她还不死心，今天还穿成这样，上赶着要嫁给我儿子。可我陈家永远只认宣妃一个儿媳。就是我弟弟，那可是天之骄子，而他是一个连转正资格都没有的实习医生。我弟弟已经离开了4年，而你还在原地。今天这样还有脸过来求婚，你们两个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要说小三，他才是小三。阿迟出国3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，如今我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，你还要自取其辱吗？什么？等我从国外学成归来，我一定给你举办最盛大的婚礼。从此，我是你的城池，你是我的将来。我爱你，麦外。不，我不信。我的孩子，谁允许你伤害我孩子的？你们的孩子，你忘记了你的承诺了吗？那这枚戒指又算什么？4年前，你明明就是……闭嘴！我和你从来没什么过去，也没什么承诺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你不会是想说这枚戒指是阿迟给你的求婚戒指吧？阿迟是什么身份的人？怎么会用玻璃戒指跟你求婚？你好好看清楚，这枚戒指是阿迟给我买的求婚钻戒，价值500万。什么500万？没想到陈学长还是一个隐藏的富二代。这4年，我一直用助学贷款的方式默默支持着陈池的科研，没想到这些钱居然被他用来给周宣飞买了钻戒。500万，陈池，你确定你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怎么拿不出来？只要宣妃喜欢，陈池就是砸锅卖铁也愿意。不像你，一文不值。江来，4年前我就告诉你了，不被家庭祝福的感情是不会幸福的。如今你还没有认清现实吗？告诉不要再来纠缠我弟弟，不然我让你竖着肩，横着出去。松开，滚还是不滚？松开，松开我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到底是不是陈池学长的前女友啊？他就是个狗屁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他比我儿子还大3岁，纠缠着我儿子不放，简直就是老牛吃嫩草。我儿子可是米国留学生，他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，我儿子能看上他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，配不配得上我儿子？若说相配，配不上我的人是他。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因为我是……你是什么？你是？我看我们真是太给你脸了。你要是再不滚，我就让你看一看纠缠我小弟的代价。好，我滚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人还能嚣张多久。这6年是我眼瞎，这原本是我要送给你的礼，如今看来，你根本不配。这样的你，根本配不上这么好的我。聘书，阿迟，你不会真以为他能给你什么好东西吧？他有那个资本？就是，浑身上下100块都没有，这套礼服也是租的吧？
简直像一条落水狗。说的也对，来人，把这滩垃圾扫出去。但愿你真的觉得这是一团垃圾。站住！阿池，你不是要为我们的孩子报仇吗？现在报仇的机会到了，你如果真的爱我和孩子，就打下去，给他点教训看看。将来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你们不能动我，我哥哥一定会让你们全部下地狱的。有我周家做保护伞，你以为你这种蝼蚁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若说蝼蚁，你们才是，因为我是上京首富。我去你的！敢骂薛飞是蝼蚁，你不想活了？晨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才是蝼蚁！好多血呀，看得我都有点反胃了。穷人的血都是臭烘烘的，还不把他拖下去，免得遭了我小弟的订婚宴。保安！是。想不到我的宝贝女儿还是被那个姓陈的小子给骗走了。既然这样，从今日过后，我让陈家位列4大家族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宝贝女儿。女儿，小妹，女儿，小妹，小妹，你没事吧？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江荣师兄？他们刚刚叫江来小妹。若说蝼蚁，你们才是，因为我是上京首富。他们都姓江，难道是？阿池，你看错了。江荣师兄现在在国外开研讨会呢。再说，江来不过只是和江荣师兄一个姓罢了，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江荣师兄还有一个妹妹。就是，江荣可是上京首富之子，上京医院的院长。将来如果有这层关系，又怎么可能在城南医院当一个实习医生呢？这天底下姓江的人多了去了，同姓不同命。首富的女儿那是千金之缺，怎么可能会上杆子要嫁人？你再看他那3个哥哥，还有他那个爹，一看就寒酸的要死。应该是我看错了，将来你最好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小妹头部受到重创，必须马上治疗。敢如此伤害我的女儿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她是我江国涛的女儿？江国涛，上京首富。什么？难道将来真的是首富千金？不可能的！你们忘了，江首富和我爸爸来往密切，他来过我们家，根本不长这样。我呸！老不死的东西，居然能想出冒充首富这一招来抬高你女儿的身价！赔钱货就是赔钱货，插上鸡毛还想装凤凰？你们这家子人真是极品，从上到下都不要脸到一起了。就是什么首富没见过？你们当然没见过，因为以你们的层次，要不是因为小妹，你们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我们。不必废话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欺辱我小妹的，有一个算一个。我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你说什么大话呢？我亲家可是上京周家，我可不怕你们。叫人！大哥，怎么了？来来，此时教训他们，只会让事情闹大。我爱上陈池这种人，
已经丢进了江家的脸里。我不想再让江家丢人。乖闺女，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呀！别说打死他们，就是杀了他，做爸爸的都要不惜手染鲜血。小妹，你低估了哥哥们的能量。就算你做了天大的事，我们也会为你踏出一条坦途。我知道你们疼我，但这个事情毕竟是我惹出来的，我想自己解决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做你的后盾，你只管去做。记住，在家人们眼中，永远没有对错。我们只要你快乐。谢谢大哥。快去医院！他们都被吓跑了吧？我就说他们一家子爱装腔作势。要是让首富知道有人胆敢冒充他，这一家子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没想到将来竟然是这么虚伪的人。我就说他纠缠你，就是看上你的前途，就想利用你逆天改命，当上富太太。他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等到小弟明天上任为上京医院的主任医师，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就再也接触不到小弟了。好了，既然不相干的人都已经清理出去了，那宴会继续吧。小弟，还不快和轩飞求婚？轩飞，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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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。嫁给他，住手！我们是太子爷的人，太子爷吩咐了，让你们即刻离开上京所有酒店，概不接受二位的婚宴服务。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把人给我赶出去！为什么呀？说清楚啊！为什么？我的孩子！轩飞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凭什么推我们？你们知不知道我儿媳妇是上京周家的千金？哼！他要是知道你们这么伤害他的孩子，他爸爸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是太子爷的命令，区周家也配上桌？赶紧滚！再晚一步，腿都给你们打断！走。起来。好。太子爷又如何？还不是得听他爸爸的。宣飞，赶紧给你爸爸打电话，让联系首富，教训教训他儿子。算了吧，既然孩子没事儿，就不和他们计较了。那就任由他们仗势欺人。今天可是你和我儿子大喜的日子，他们凭什么把我们推出来？因为这家酒店是太子爷的。什么？我们哪里得罪他了？还让全上京的酒店不准接待小诗和轩飞的婚宴。我们刚刚那样对待将来，接着就被太子爷针对。难道将来真的是？绝对不可能！将来如果那么了不起，我们还能安然无恙啊？是呀，小弟，妈说的对，你就别乱猜了，肯定是那个将来闹事，影响到了酒店的名声，才让太子爷迁怒于我们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该死的将来简直就是个丧门星。反正小弟明天就要去上京医院任职了，小弟一定要打点好关系，尤其是和江荣，到时候让他劝劝太子爷，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我会的，放心吧，轩飞，我一定找最好的酒店将你风光大娶的。阿池对我真好。女儿，你醒了！小妹，你醒了！你醒了！哥哥，爸爸，女儿，究竟是谁
把你打成这样？是陈池，还有他的家人。6年的感情，连个陌生人都不如，他们居然能这样！这帮畜生！况且你还为他做出这么多。你们都知道了。小美，你从小都是哥哥们的掌中宝，你的开心和悲伤怎么能逃得过哥哥们的眼睛？哥哥，爸爸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没苦硬吃。他不配，他们一家人都不配。小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想怎么惩罚他？我要把我对他们付出的一切全部都拿回来，将他们一家打回原形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是因为有我将来，他们才能有逆天改命的资格。没有我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恭喜小妹，终于不恋爱脑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的礼物我收下了。真的？明天我就要上任上京医院的副院长，亲手开除陈氏，毁灭他们陈家的美梦。漂亮！不过小妹，你一向心软，这次能狠下心？放过一个坏人，就是让10个好人遭殃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我学医不仅是为了医治疾病，更是为了医治人心。既然我有能反击的能力，那我就要替那些无法反击的人做个表率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首富的女儿，这才是首富该有的格局和胸怀。斩草要除根，爸爸相信你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不会的。哇，这就是上京最大、最豪华的医院呀，好气派呀！不错，这家医院聚集了各大医学界的翘楚，来往的病人非富即贵。在这里工作的医生，前途那可是不可限量。只要阿池能在这里历练3年，我爸爸一定会把周氏医疗交给阿池打理的。好，我们家小池啊，从小做什么都是第一名，当医生呀，肯定也是第一名。轩飞，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。要不是你在背后打点，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拿下这个工作。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无论是床上，还是床下。你好坏呀！好了，别你侬我侬的了，小弟，快去上任吧。晚上我们还给你准备了庆功宴呢。好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堵在门口？我们医院啊，今天有重要领导莅临，都给我闪开！你什么身份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儿子说话？我儿子可是你们医院的主治医师。主治医师？我身为人事科科长，你从来没见过。没想到您就是赵科长，有失远迎。我是新来脑科上任的医生陈池。原来他就是那位院长特聘医师。那聘书呢？聘书？什么聘书？你连聘书都没有，竟然敢冒充陈医生，这许大的胆子呀！我没有冒充，我在国外老师跟我说，只要我回国来上京医院，就能直接入聘了。这么说，你没有见过我们院长？江院长应该在国外开研讨会，没时间见我。早聘！你是我们院长特聘的医师，居然没有见过我们院长。况且他现在就在国内。小伙子呀，你撒谎都撒不明白，你还脑科医生？我看你啊，脑子该好好治治。姐，轩飞，快和这位科长说说。赵科长，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。阿池之所以没有见过院长，是因为这件事一直是我父亲在背后出面。你父亲是？我父亲是周氏医疗的董事长。周氏医疗？怎么，这下你信了吧？周氏医疗坐地起价，草菅人命，一个2道贩子，医疗界的肿瘤，还跑到我这儿摆谱来了。我们院长怎么可能和你们这种货色为伍呢？在说什么？保安，
把他们给我都赶出去！等一下，我真的是陈氏本人，不信你让我见你院长，他能为我证明。院长不在，副院长如何？将来，你什么货色呀？啊，敢直呼我们副院长的名字？不是的，七个不然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和我们副院长认识？啊，你知不知道他是？赵科长，何必为了不相干的人多费口舌呢？您说的是。啊，把他们给我都赶走！等一下，将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本来就是一个连考核都没有通过的实习医生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上京医院的副院长了？我的确没有通过城南医院的考核，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参加他们的考核。如果不是当初你们家交不起医药费，我怕你们自卑，我实习的地点只会是上京医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哪里交不起医药费？我们又不是什么小门小。将来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算你通过了上京医院的考核，又怎么可能在短短4年之内成为上京医院的副院长呢？说得对，说不定啊，这个科长也是个假冒，他们两个就联合起来欺骗我们。将来，没想到你为了挽回阿池如此的费尽心机。不过你这个牛吹的也太大，小心到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你们都不看新闻的吗？上京医院副院长终于揭开面纱，我们也有幸请来了将来副院长。真的是上京医院的副院长？很意外吗？陈池，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一个人转的，你在成长的同时，别人也没有停下脚，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。江副院长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但你能不能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帮我个小忙？什么忙？帮我和赵科长证明一下，我就是院长特聘的医师陈池本人。小事儿。赵科长，他的确就是陈池本人。什么？赵科长，我说了吧，我没有冒充。你的确没有假冒，可我也没有说过我要招你啊。将来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什么意思不明显吗？陈池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与此同时，整个上京医疗体系都会对你进行永久封杀。封杀？为什么？从医先从德，像你这种人，如果在市场上流通，将是整个医学界的毒瘤。所以我建议你，与其追求荣华富贵，不如先学学如何当好人。不行，你不能封杀我，我寒窗苦读20年，你不能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就封杀我全部努力。抹杀你自己全部努力的人，从来都是你。你不是说那份聘书是垃圾？什么？他真的是聘书啊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我早知道你是副院长，你就会像讨好周旋飞一样讨好我。陈池，什么都已经晚了。你知道你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在于我是人，我有心我会痛，会碎的。所以现在，你知道你我之间到底是谁不配吗？当然是你不配，一公报私仇，谁知道你副院长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的？说不定啊，你这4年也没闲着陪人睡觉呢。老朱队，妈，我的牙！你敢打我妈？姐，小迪，他打我！将来谁允许你打我姐的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吗？他们毕竟是长辈。长辈？你可知4年前，他们也是这么扇我耳光？可你不是说那是你过敏？我不那么说又能如何？让你和你的家庭决裂吗？
在你眼里，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一切。你不是你们全家的希望吗？那我倒是要看看，当这份希望破灭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对你。将来，你现在是在挑拨阿石和他家人的关系，好让他回到你身边吗？你瞎吗？我是上京医院的副院长，而他不过是个无业游民，我凭什么看上他？扶贫吗？将来，你说话怎么可以这么难听？你如今什么身份配我用好听话待你？将来，你不会以为你自己是个副院长就能高我们一头了吧？还真是井底之蛙。且不论你这身份是真是假，就算你真的是副院长，难道还能比得过我们周氏？阿池是天之骄子，米国归来的留学生，他的前途绝对不仅限于此。接手周氏才是他未来的路。况且我们家和首富来往密切，你这个副院长，只要我爸爸一声令下，就会立马被撤掉。想不到周小姐这么厉害啊！那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拭目以待就拭目以待。你现在尽管狂哦，因为过不了多久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我们走。这要求，要不要周家在上京消失？让他们再蹦跶一会儿。为什么？我爸爸说过，斩草要除根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痛彻心扉。赵科长，你人脉广，帮我去调查一下周家的体系。好。将来真是狗屎运了，他怎么摇身一变，变成医院的副院长了？将来对我的态度怎么会变化这么大？你们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？是呀，他一直都是小弟的舔狗，要不然也不会给妈端屎端尿照顾2年。这样的活儿，请护工他都不愿意干。而且昨天他还说要嫁给小弟呢，今天怎么就变脸了？就是啊，不过就是打了他几巴掌。他要是有自尊的话，怎么会干那么多没有自尊的事儿？而且将来要真的是副院长的话，那昨天他为什么不说，到今天才说？依我看，可能就是真正的院长不方便出面，被他顶替了。对，你二姐说的对，绝对是这样。将来就是个丧门星，他能当什么医生啊？可是我现在工作确实丢了。没事的，阿池，你本来就是干大事的人，大不了这份工作我们不要了，你直接来接手周氏。雪贝，你说真的？3天后江首富举办的投资大会，你就代替周氏去参加。只要你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拉到投资，证明自己，你就立马成为周氏的继承人。雪贝，你说真的？可是我真的可以吗？石师哥，你今年才25岁，就能有如此的成就，而且当时你还是被人破格举荐去的美国，这个举荐人能量一定不一般。我猜想他和首富一定有联系，所以我认为你能拿到投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轩飞说的有道理啊！哎呦，还好我们有轩飞这样知书达理的好儿媳。儿子，等首富成了你的投资人，第一件事就把将来给开了，让他在我们跟前再耀武扬威。我会的。对了，轩飞，能彻底根治我妈心脏病那个药，你们家研究的怎么样了？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，目前正在测试阶段。你们都知道那个 X 医生吧？你说的是上京那名炙手可热的名医吗？他最近好像一直在研究能治疗我母亲疾病的特效药。他的研究小组就是我们周氏医疗成立的。那岂不是我的病可以根治了？哎呀，轩飞啊，你就是我们陈家的救命恩人，是我们陈家之福啊！爱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成为他的翅膀，而非累赘，对吗？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爱情，可不像有的人只知道坐享其成。轩飞，以前是我幼稚了，我一定会带领周氏集团走上少年之巅，来对得起你这么多年的付出。阿池，我相信你。
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可虎就是虎，犬就是犬。我们陈池，你说的对，那就让我们好好看看3天之后究竟谁才是那只老虎。太露，太性感。不行不行，太漂亮。哥，我都28岁了，你怎么还把我当成小女孩？28岁怎么了？你到58，都是哥哥们的妹妹。小妹，你看爸都发话了，去换了去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作为首富千金第一次亮相，这一套最合适不过。不错，就这个了，刷卡。大哥来，大哥来。付钱你们都要争着抢，你们呀就宠着他吧。说的跟你不宠似的。不过经过这一次，我们觉着我们对小妹的照顾还是不够。要不然，他也不会被渣男3言2语给哄骗的。二哥，你就别说我的黑历史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投资宴上小妹是怎么打脸渣男的吧。好，你们等着看。这就是投资大会呀！哎呀，学费，多亏了你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这么高档的场合呀？妈，等阿池拿下今天的投资，这种场合只会是你的最低标准。你叫我什么？妈，你这是改口了。哎呦，我还没有准备改口费呢，这要不是将来捣乱，昨天就已经改口了。反正我已经注定是阿池的妻子，就不用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了。我和阿池结婚也不用彩礼了。这不太好吧？你必定是周家的千金。正因我是千金之躯，钱才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我真正在意的只有一段真挚的感情，还有这枚戒指。等我和阿池结婚之后，我就把它卖掉换成钱，给阿池搞事业。轩飞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你是我的男人，我本来就应该让你飞得更高。我一定会的。好啦，我们就打打招呼。哎呦，送了一个倒贴的，又来一个倒贴的。哎呀，我们陈家的运气真是太好了，还是我会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。妈，你可是咱们家的大功臣。欢迎各个上京企业参加此次的投资大会，让我们有请首富入场。Can't you stand me 나를 예워줘 붉은 바다 위를 노리는 다이아몬드 상상할 수 없던 내 안의 그림자 妈，你怎么了？这几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难道就是那一天订婚宴上将来的家人？他们真的是首富，将来真的是首富的女儿。真的是首富的女儿，我究竟错过了什么？不可能的，首富根本没有女儿。你们听说过首富有女儿吗？不知道啊。知道啊。你看，我说了吧，小弟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和首富顺便进来的，就是和那种蹭红毯的小丑一样，只为了让人高看他一眼。首富根本就没搭理他，说明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，他们和订婚宴那天的人长得根本就不一样，只是身形相似罢了。
所以才敢胆大包天，冒充首富。二姐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哼，这个该死的将来，害我吓一跳！这么高端的场合，他怎么来了？还穿的这么骚，肯定又是来想勾引我儿子。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还休想！将来，你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我凭什么滚出去啊？就凭今天的宴会是首富的投资大会，能来参加的都是各大民企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企业呢？你有什么企业？你有资格知道吗？将来努力装人设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就算有公司，也肯定只是刚刚成立的小公司吧。今天来的企业都是有名气、有底蕴的，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将来这么一好人。一样，如果不是你撬我墙角的话，我也没有听说过你。将来，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旋飞。其实我早就喜欢旋飞了，只是碍于你的纠缠，不得不拒绝他。说起来，你才是我们之间的绊脚石。那现在这个绊脚石自己走了，你们俩该开心了吧？陈池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不要我了，而是我将来不要你了。我呸！话说的好听的很，那你今天来参加投资大会，不就是为了勾引我儿子吗？在我儿子面前晒脸出风头。你们这一家人啊，我建议真的都去看看脑子。还跟他废什么话？上一次让他搅黄了你们的订婚宴，一会儿再让他的穷鬼老爹装首富的事情被知道了，说不定还有搅黄你们的投资宴呢。阿池，这可是你翻身的机会，如果被他破坏了，我爸说不定会收回成命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走不走？不走。江荣师兄，这就是小弟的师兄，上京医院的院长江荣，好帅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太子爷和江家三少啊，没想到他们离我们这么近，长得真是让人酥断腿呀！哎，听说他们还没有结婚，要是小弟能和他们搞好关系，咱们俩一人嫁一个，那我们以后就是首富的儿媳了。太子爷、三少爷，我是周家。怎么了？刚有一个人要打我们上京医院的副院长。什么？他真的是副院长？居然敢打我二弟，你们想死？不是的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跟他其实是老乡好。是吗，江副院长？不熟哈。将来你，哎，我的手！大哥二哥不打女人，我打，你再皱媚一下试试。妹妹，妹妹，他年纪比我们小，不叫妹妹叫什么？早就听说三少爷嫉恶如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刚才是我大姐有点冲动了，还请三少爷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还请三。妈，我的手好像断了。闭嘴吧你！太子爷，江荣师兄、三少爷，刚刚是我对不起江小姐，我给她道歉。江荣师兄，请你们看在我也是滨城大学学子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。您是滨城大学的？是，我叫陈池，是进京之后
唯一一个被破格举荐到国外留学的学生。哎，江上师兄，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啊！你就是那个说我的聘书是垃圾的陈池呀？那件事不怪我，是他，是香瑶姐没有说明情况，所以我才误会她。江荣师哥，我也是边城大学的，是你的师妹，能不能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，再给阿池一次机会？当然可以。你先跪下，给江副院长磕3个响头，我就给他一次机会。不愿意呀？看来你们的感情很一般嘛。不是的，是轩飞已经有3个月身孕。江荣师兄，求您通融这一次。你们求我可没有用，你们的领导是江副院长。走吧，江副院长，我们去前边坐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太子爷、江荣师兄还有3少都在帮着江来讲话？难道江来真的……还能因为什么？你没看到江来和那个江院长眉来眼去的？凭什么江来能帮上那么优秀的男人？我和妹妹长得比他好看多了。我从小就教育你们要贤良淑德，自尊自爱，不像江来，看见男人就像个跟屁虫一样，白送的，谁不要啊？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虽然我和江来分手了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不会那么快就移情别恋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。这其中应该还有别的原因。江来现在和首富之子关系这么好，要是他在背后说你几句坏话，我担心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。我找他聊聊，但愿他不要这么卑鄙。这陈池今天是以周家继承人身份来的，怪不得这么快就找到夏家，还好小妹没有提前暴露身份，要不然永远都揭穿不了她的真面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还不是怕哥哥们生气。不过居然弄巧成拙了，以前是我把人性想得太单纯了。喂，赵科长。四小姐，周家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你说。原来如此，赵科长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些年你在人事部科长的位置上待得也太久了，是时候该升一升了。谢谢四小姐。小妹怎么了？哥哥们，我们有好戏看。小妹有城府了，居然学会卖关子了。那当然，毕竟吃一堑长智嘛。江小姐，我想请你借一步说话。哎，来，没关系的，别担心，这里是发布会，没人敢怎么样。那好吧。你和江龙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隐私，无可奉告。你们大庭广众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？你懂不懂男女有别？那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我们才分手，你转手就找到夏家。是才分手吗？不是处过3个月某人就单方面说分手了吗？江来，那是我。滚开！再也别叫我那2个字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话说完了吗？说完我要走。江来。江来，我求你，求求你不要破坏我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只要拿下这次投资，我就能接管周氏，成为上京最年轻有为的总裁。我求你不要挡我的路。当初因为家里没钱交不起学费，是我跳河自杀，是你奋不顾身救了我，还帮我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不可以选择我的家人，可是我可以决定我的心。来来，这辈子我非你不娶。来来，嫁给我吧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金钱不仅能压弯一个人的膝盖，还能改变一个人的良心。
你知道吗？你原本会成为上京最受人羡慕的男人，可现在你再也没有机会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答应了？将来你一定要这么绝吗？果然是鳄鱼的眼泪。你不应该去学医，你应该去演戏。大家请安静一下，我在此宣布，本次投资大会正式开始，有请首富江国涛先生以及家人登台。你干什么去？你没听见吗？主持人叫我上台。够了！你能不能认清自己身份，不要给我添乱了？松开我！我不松，你休想上去！放肆！谁允许你动我的女儿？你女儿？谁允许你动我的女儿？女儿？江来，你真的是首富的女儿，我早该想到的，我早该想到。别碰她！要是再碰，把你手给剁了。不碰，不碰。走吧，小白，我们该登台了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首富怎么会打你？肯定是将来唆使的。将来，他怎么也上台了？他怎么又混进来了？这个贱人，他要干什么？他是要害死我们全家才甘心呀！我就把他拽下来。是要把我们家害死才甘心吗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小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嘛？阿晨，你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吧？你们都是蠢货！你们知不知道，将来就是首富的女儿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将来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女儿？我早就猜到，是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阻止我，才让我越错越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除非首富亲口宣布，我才相信。欢迎各位企业来参加我举办的投资大会，但今天我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那就是我的女儿江家四小姐将来，她决定今天要和大家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来，毕业于槟城大学，在上京医院任职副院长，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医学领域的同盟们见面。今天我将亲自投资一家企业，希望此次投资大会能让上京乃至华夏的医学领域得到蓬勃发展。怪不得他们要折断我的手，原来是为了给将来报仇。原来我们那天在订婚宴上看到的人，真的是他们。原来将来真的是首富的女儿。我们闯下滔天大祸了。萱飞，你不是说你亲眼见过首富吗？你不是说那天在订婚宴上的人根本不可能是首富吗？我眼花了。你知不知道你一句眼花，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这是在怪我吗？你是不是后悔和将来分手了？如果是真心对待你，就不会对你欺骗，不像我倾尽所有的帮助你。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惹了这么大的祸，首富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完了。接下来我将宣布我投资的企业名称：周氏医疗。将来要投资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如此对待将来，就算轩飞的爸爸和首富认识，也不可能投资给我们呀。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将来对我存有旧情。阿迟，你不会要和将来复合吧？不会，你对我有这么多的恩情，没有你，我就不再是周楚的继承人。况且，争着吃的才香。如果没有周轩飞，将来怎么可能拥有身份？又怎么可能投资我？为了这一天，我苦心经营了6年，绝对不能放手。
将来要投资我，不过是想告诉我，今天谁是上位者。等我接管了周氏，我们的特药要上市，他们的首富地位，说不定我还能抢回来。说得对，阿芷，你这么优秀，你一定可以的。程池，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那你就去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。小妹，别卖关子，告诉哥哥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欲使之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你不让他爬到高处，又怎能让他摔得粉身碎骨？果然，什么都逃不过大哥的眼睛。其实周氏集团并没有实际业务，而且我查到，周氏父女正在套现股东的资金，并且将资金秘密转到国外，而且还涉嫌诈骗。此时，他们正好需要一个法人来扛雷，而陈池就是最好的机会。不错，来来，你得到的消息和爸爸得到的差不多。况且我的这笔资金可不是送给陈池的，而是借给他。到时候他若是还不上的话，那就只能警局里见了。干得漂亮，小妹！周氏集团的招标书你们都看了，招标书上写 X 医生的特效药项目是他们公司的重点项目，预计在1个月后投出，预计全球利润高达万亿。他们仗着来来隐藏自己是 X 医生的身份，就敢在这里胡作非为，欺骗投资人的钱。他们以这种模式，周氏应该玩得得心应手，不知道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一定要让他们吐出来。那就让我们好好看看1个月后的招标大会上，他该如何圆谎。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玩的，这个是我从国外医院监控调的照片，周轩飞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陈池亲生的。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想到！哎，这个凤凰男呀，不仅绑了个假千金，还是个绿毛龟啊！现在还得替周家人去坐牢，真是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这就是白眼狼的下场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有的人就是把真心当地里，把假意当神，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。他们如此践踏我的真心，把我的善良当成愚蠢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亲手让他们失去一切。总裁好。总裁，陈池和楼上的总经理已经在他们那儿等候多时了。就他们2个人？对。看来收网的时候到了。没想到我接手周氏后的短短1个月，就赚了200个亿。这个 X 医生简直就是个摇钱树，成功果然是要靠走捷径。我陈池终于逆天改命了。将来你是首富之女又如何？你永远都不会站在我头上。陈先生，这不是过来找我汇报工作情况的？将来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自己说的一句话：永远不要小瞧别人，因为你在成长的同时，别人也在进步。士别3日，定当刮目相看，更何况是1个月呢？所以，陈先生这是想表达什么？我要退资！我要退资！退资？不错。之前之所以需要这笔资金，是因为我要向我的老丈人证明自己。但现在我已经证明成功了，所以我不需要。你们不过投资了20亿，但是周氏的特效药上市，1个月就赚了200亿，这是我们周氏的劳动成果。我为什么要和你们江氏共享这棵摇钱树，让你们坐享其成？陈先生撕毁契约、出尔反尔的习惯，还真是一如既往。将来，商人只讲利益，你不过是出身比我好，论能力，鱼眼在我之下，你没资格批判我。所以，周氏真的是你的吗？当然了，轩飞对我极度的坦诚，才不像你一直藏着掖着，
短短1个月，他就把一切都给了我。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，但是他已经把我当成了家人。那真是恭喜你了。听你这语气，你好像不乐意啊。也对，这些年首富一直深居简出，这次却突然要投资上京的医学公司。或许你们家早就外强中干、为民不复存在的，否则你当初也不会隐藏身份来接近我这个潜力股，不是吗？果然，像你这种人，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高攀。将来你装什么装？不要把自己说太高尚了。如果不是我优秀，当初会跳下水救我。我不过是你的投资，不过是你投资失败了而已。总之，我要退资，这是退资合同，给你签字，否则大家法庭上见。你别忘了，你们的投资合同里可没有退资这一条。好，我签。刷卡吧，刷卡吧。余额不足。这不可能啊！你再刷一次。余额不足。这里明明有200亿，怎么可能余额不足？这张卡里余额为0，并且信用还透支了1000万的额度，明天就是还款日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有财务报表，还有银行流水，不信你看。部分报表是假的，流水账单也是 PS 的，并不具备法律效力。这说谎！你不信也没有关系，不如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催你还款的信息啊。你给轩飞打电话。喂，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喂，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话，你不是在周氏干了10年总经理吗？你回答我！我不是，我就是周氏里的保安，是周小姐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抢了周总。说什么？这给我的钱都在这儿了，我1分都没动。这事我干不来，你们找别人了。这不可能！我们的特效药明明已经上市了。你怎么知道上市了？你参与了上市流程，还是去各大医院实地考察过吗？这都是轩飞在打点。这1个月，我忙得抽不开身。是沉浸于继承人的喜悦中，被自己苦心经营6年的聪明才智沉迷得无法自拔了吧？你偏听偏信，所有信息来源都是周轩飞，你怎么可能知道真相？你的意思是，轩飞在欺骗我？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你的挑拨，我不会信的。一定是你想让我们周氏跟你继续合作。你想多了。合同呢？我已经签字了，这20亿什么时候还我啊？喂，大姐，你说什么嘛？病危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往事还真是重复上演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跑着去了。妈怎么样了？妈被下了死亡通知书，医生说如果没有特效药，妈活不过3天。小弟，你可是我们陈家的顶梁柱，你千万不能倒下呀！
妈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她都6年没有发病了，怎么会突然？妈的病你不是不知道呀，平时和没事人一样，一旦发作就会顷刻间没命。要不是我们把妈送了及时，那这个城南医院他没有治疗妈的经验，恐怕妈就已经……小弟，宣飞不是已经研究出来特效药了吗？你快拿出来给妈吃呀！蛇染剑一直都是宣飞在管，我不知道在哪儿，但是现在宣飞已经关机了，根本联系不上他。什么？他怎么能这个时候关机呢？他是想让妈等死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在标书上看过 ，X 医生的研发团队就在城南医院。我去等院长。不用找了，我过来了。李院长，你们医院关于我妈病情特效药研究出来了吗？研究出来。果然研究出来了，就知道将来在挑拨我和宣飞，他就是纯粹的嫉妒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妈吃药啊！我可以给你妈吃药，但是一颗需要100亿，你拿得出来？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敢问我要钱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，你就是6年前带着全家吃软饭的小白脸。放肆！你敢这么说我弟弟？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可是周氏医疗的董事长，早已今非昔比，你招惹不起。立刻给我去拿药，否则我现在就开除你这个老东西！小天，你敢打我弟弟？疯了，就赶紧下犯上！很疯的是你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会在我这指手画脚？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就凭我是周家的女婿，周氏医疗的新任董事长，你们的研究团队都是我老丈人投资的。我们的研究成果什么时候轮到姓周的来摘桃子？我们的研究团队从组建到发展都是由姜四小姐一手带领的。姜四小姐，你是说将来你认识她？当初如果不是看在姜四小姐的面子上，你认为你母亲会拥有最好的医疗团队吗？如果不是姜四小姐亲自为你母亲治疗，你认为你母亲她还能够安然无恙的活6年吗？为了你母亲，四小姐在6年前就组建了专项团队研制特效药，可没想到四小姐的一片真心，居然会为了狗，不，连狗都不如！不可能！你在撒谎！这个团队明明是 X 医生建立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因为四小姐就是 X 医生。你说什么 ？X 医生是将来？没错。不可能 ！X 医生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是将来？你是他的人，所以你们联合起来在骗我。X 医生一定另有其人，你们这是在窃取他的劳动成果。你简直就是一条疯狗！你和四小姐之间本就是云泥之别，你知不知道？四小姐是他们家的掌上明珠，也不是怕你被她3个哥哥欺负，要不是怕你自卑，四小姐才会隐藏实力，默默的帮你。我真是替她感到不值。不可能，将来不可能是 X 医生。如果他真的把特效药研究出来，那我将成为上京市第一个身价万亿的女总裁。四小姐，您来了。如今我们的医疗团队已经位列世界顶级团队，如果放眼全球，这个数字或许还要翻上几层。真迟，你自认为只有出身母好，可从人品和能力上来看，都输给你。你怎么证明你就是 X 医生？这是药物文献和鉴定报告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3天后我会举办新闻发布会，公开我的身份。
这个小偷！小偷？我就说你当初为什么会和我在一起，为什么会救我，还无条件的对我好。看了这份文件，我才明白，是为了偷走我的才华。你一定是偷看了我的学习笔记，才能做出来这些。如果你真的比我厉害，那为什么被破格举荐出国的是我，而不是你啊？有的人像榴莲，闻起来臭，满身带刺，可吃起来却是甜的。而你就像一个无花果，虽然外表是甜的，可内里却满是蛆虫，越看越觉得让人恶心。我今天不是来找你说这些的，欠我的20亿，什么时候还我？江来，你说什么？我弟弟什么时候欠了你20个亿？就是啊，江来，无论你是不是 X 医生，你都投资了我弟弟，你们现在是利益共同体，他怎么可能欠你20个亿呀？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好弟弟觉得自己要飞黄腾达了，跟我签了退资协议，而他卡里的钱已经被你们的好弟媳转走了，所以现在是他欠我20亿。小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轩飞真的卷款潜逃了？你别听他胡说，轩飞不是这种，他就是想挑拨我跟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轩飞根本就不是为了钱，他都把钻戒给我了，你们看。这根本不是钻戒，这是玻璃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陈池，当初你送我玻璃钻戒，如今周轩飞也回馈给你一个玻璃钻戒，你说这算不算是回旋镖扎中了你自己？我的爱马仕被换成假的了，昨天轩飞说要去给我保养的。轩飞送我的手表好像也不一样了，上次进水后也是轩飞送去保养的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陈池，你记住，你现在欠我20亿零500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当初你在国外的助学贷款，真的是你成绩好？我原本想助你安心搞研究，没想到居然成了你讨好周轩飞的工具。居然是你，不是，江来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帮我这么多，真是讽刺。4年前你对我千恩万谢，而如今你却什么都不知道了。3天后把欠我的钱还给我，否则我们法庭上见。江来，江来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你这动不动给人下跪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？还是说你只会这一招？江来，你怎么骂我都可以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扯到我妈，我求你给我一颗药，救救我妈。你还记不记得4年前你妈说过什么？江医生为了你母亲早日康复，一直在用自己的身体试药，你一定不要辜负她。那是他自己医术差，我要再不是命好的话，我早都被他治死了。这种人要真的当了医生，也是祸国殃民。人若病尚有救，可若是良心坏了，谁也救不了。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不要我治病。江来，你不能走，别走了，我妈就死，那是我妈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你妈，她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江来，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妈快不行了，傻弟，你不是医生吗？你快救救妈！我只会理论。妈，妈，你醒醒嘛！妈，你醒！妈已经走了。
是江来，是江来害死了吗？如果不是江来，妈是不会死的。将来，你让我失去一切，我一定也会让你失去一切的。欢迎各位媒体记者、上京名流来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。我就是 X 医生，也是将来制药的创始人将来。X 医生居然是江家四小姐，容貌超群，实力也是一流。这真是虎父无犬女啊 ！X 医生这一项研究，在医学界打响了骇人听闻的一枪。1个月后，我们将上市一款能根治心脏病的特效药，希望能让万千患者感受到医疗进步的福音。好，人生会带来福音。你们都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杀人凶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杀人凶手。我母亲就是被江来害死的，就是他。因为研制出来特效药却不给我母亲吃，所以我母亲才会死的。像这样没有医头的人研制出来的药，你们敢吃吗？没错，说不定将来的药根本就不是什么特效药，他根本就是在沽名钓誉。否则，他为什么不给我母亲吃药？而且，我跟将来同为槟城大学的学子，我是被破格挤进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。你们是相信我，还是相信他？谁允许你们3个人在我女儿的发布会上闹事？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大家快看看呢，上京首富就是这么欺压老百姓的，想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请大家为我们主持公道，否则像他这样的人研制出的废药一旦流入市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没错，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抵制将来，他们这是黑恶势力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，为我母亲报仇！污蔑我小妹，我三哥，正好你来了，我也不用特意找人去请你。欠我的钱准备好了吧？将来，你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？现在是你欠我们钱。将来，你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你想公了还是私了？什么是私了啊？赔偿我们家30个亿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将来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已经够狮子小开口，30亿对于你们江家来说，不过是拔根汗毛，却能一劳永逸，够划算了。那公了呢？那我让你名声尽毁，在医疗界再无立足之地，让你们江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自己选择。我选择斩草除根。李院长在。诸位，这是何丽华女士的死亡报告。根据报告上显示，她的死因源于长期服用一款私下售卖的食物药。这款药物里面含有兴奋剂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病人的血液流动，让患者产生病愈的错觉。但是这款药物的副作用是让病人的血管变脆，一旦并发，神仙没救。而这款药的制造厂家是周氏医疗。你胡说！把人带上来。轩飞，各位，今天我召集诸位前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我的个人发布会，更是为了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亲手解决掉上京医疗界的毒瘤，引进校园。周轩飞，你周家涉嫌制造假药、诈骗集资、危害国家资产安全等问题，数罪并罚，将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你父亲畏罪潜逃途中不慎摔下高架桥而死，所以你不用再挣扎了。将来，你个毒妇！
你凭什么抓我？这些年来，我处心积虑，差一点就可以逃出国外做人上人的生活了。为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给我老实点！你要杀了我，可我却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抢走了陈池，我也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值得去做的事儿，而不是只有男人。周旋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将来说的是真的？你为了我做过这么多，都是为了让我帮你周家套现？不然呢？不然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上你这个穷小子了？我之所以找上你，就是因为你蠢，你好骗！当初若不是你被人破格举荐去往米国，让我以为你是个隐藏的富二代，你以为我会看上你吗？你说什么？不，还要举荐我去米国，人器重我，他一定势力很大，我可以找他帮忙。不用找了，我就在你面前。江柔师兄，是你。当初要不是小妹求我，我才不会推荐你这个庸人。我本以为你出国深造，没想到去抱富婆，还抱个假富婆。你恐怕不知道吧？周旋飞出国的钱都是他爸骗的。是你害了我们陈家，害了我小弟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要怪就怪你们全家爱慕虚荣，妄想山鸡变凤凰。活该，全都活该！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当贱婢的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全部带下去，交给警方处理。陈池，如今你还觉得是我不配吗？将来，你凭什么这么高姿态跟我说话？你别以为我一无所有。虽然周旋飞骗了我，可他依然爱我。他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爱情的结晶。是吗？二哥，要不告诉他真相吧？这个是周旋飞和别的男人产检的照片。你所谓的爱情，早就进了别人的被窝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哼，冥顽不灵，这种人居然差点就做了我的女婿，可笑至极呀！这个国呀，出得好，要不出这个国，让他见见世面，还暴露不出来他这个狼子野心呢。小兰，我错了，现在才知道，最爱我的人是你。这一次你不能再丢下我了，忘了，我是你的陈池，你是我的将来。松开我！我不松，江兰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放手了，江兰。你这句话说的倒没错，我的确是你的将来，所以在你失去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没有将来。你欺骗了我6年的光阴，去里面向我好好赔罪吧。你说什么？江兰，我不要进去，我不要进去，江兰，再敢动我妹妹试试！把人给我带出去！姐姐，以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还需要成长的空间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不好。江兰，离开我，你只能嫁给老男人，你再也找不到我这家弟弟了。谁说的？门外等候多时的人，进来。世界名模沈家大少，国际影帝南沈太子，贺兰向世子小姐求婚。姚小姐，嫁给我吧！又来，三哥，你还真是致力于把我嫁出去啊？误会啊，小妹，这些人还真不是我找的，他们是看你公布身份以后，把你当做魂牵梦绕的女神了。没错，江小姐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太优秀了。如果你愿意嫁给我的话，
我愿意给你我的一切。我也是。哎呀，这刚才是谁说我小妹离开某人之后找不到更好的了？我看这喜欢我小妹的年下弟弟一抓一大把呢，这小3岁算什么？我看我小妹以后的老公啊，恐怕还在幼儿园吧。三哥又胡说。我输了，我彻彻底底的输了。江南真的不要我了，他真的变心了。带走。焦小姐，我们4个决定公平竞争，不知道您会选谁？我小妹，为什么？是啊，女儿，哎，你选一个玩玩也可以啊，这几个身材还都不错。因为我不要做谁的下堂妇，我要做我家人们的掌中宝。你们看那儿，那儿才是我的舞台。女人要敢于站在高台之上，而非隐入泥尘之中。愿你人生哪怕半程风雨，归来仍是闪亮。不做被丢弃的婢女，而做一只高傲的红色高跟鞋。